失去了爱情的阿德，不仅在荒野烧制起了锅碗瓢盆，还徒手制作了数百块土砖，并且搭建起了荒野小别墅。另外，就连紫色的仙人桃，阿德都实现了淘淘自由，更不要说是这种天然的野生奥利给豆角了。这简直是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做心中无女人拔剑自然神啊！不过突破了爱情的坟墓之后，阿德的追求可是高大了起来。目前的小屋还远达不到他的要求，只是暂时的过渡计划而已。接下来他要打造出更多的土砖，建设起一座荒野第一豪宅。因此这一段时间，阿德都在朝五晚九的干着挖土造砖的活，甚至直接给大地挖出了一个超大的土坑。好家伙，这要不是下层土太硬的话，阿德搞不好还得把地球给挖穿去了。不过下层的土虽然更硬，但是筛选出的细粉末是极好的烧制陶器的粘土，因此阿德不得不继续的挖掘着，以便获取足够的泥土烧制锅碗瓢盆。为了获取这些泥土，阿德还不讲武德的拿起石头的脑袋疯狂的撞击大地，而筛选细土的活则是交给了号称一兜传三代，人走都还在的竹篾兜。随着阿德获取到的细土越来越多，他便开始和稀泥了。为了确定粘土的粘性是否俱佳，阿德还将其捏成了一个小条，再对折起来。180度的对折下，粘土没有出现丝毫开裂的迹象，这让阿德不由得激动了起来，直接在夜间借助炭火那微弱的光线，开始制作起了他心目中的陶器，以至于一整夜都忘记了吃饭。饥肠辘辘的阿德等到了天亮后，便直接来到了仙人掌所在的山坡，开始不讲武德的大肆收取这一颗颗色泽诱人的仙人桃。借助石刀和牛蒡骨的他收集起仙人桃可就要方便了许多，不过已然还是难以避免被仙人掌的掌刺送上几记冰魄银针，这也让阿德大为火光，直接咔嚓咔嚓就是一顿干，整整的收获到了一大筐的仙人桃才离开。一大早便能吃到味道酸甜可口的仙人果，补充大量的糖分和维生素，这可以说是阿德每一天最为开心的日子了。要不是仙人桃果皮苦涩的话，我想阿德一定会连皮都不放过呀。吃饱之后，阿德将夜间炭火烘烤干燥的小碗蟹打磨了一番，接着又仔细地检查这土砖，并且将它们挨个地翻了一面晾晒。尤其是其中最大的几块土砖，这可是阿德的得意之作，必须好好的照看一番。而整个土坑几乎已经被阿德挖成了一个游泳池。接下来阿德将先完成锅碗瓢盆的大活，毕竟这关乎着他的吃喝拉撒。耗费了2个多小时的时间，阿德先是给大地开了一个大眼，这个大地之眼将会是烧制陶器的窑洞，因此阿德必须小心翼翼地将其打造出来。不过下层泥土实在是坚硬无比，导致窑洞的深度不够。好在阿德机智的智商再次上线，他利用石块在外部直接增加了一层高度。这一造炉技术那真是屁股上挂水壶，有一定水平的烧制陶器自然是少不了柴火了。为此阿德可是准备了大量的干柴，最后再来了一招号称是除了 LAP 以外最原始的借火手段，在窑坑内实现了堪比重金求子般的木炭生火。大火旺起来之际，阿德便将比较大的木材一一的投入到火坑之中，相信历史会一定铭记这一坑为了成就出锅碗瓢盆的木炭。4个陶胚在经过1天1夜的晾晒之后，早已是迫不及待的等待着烈火的熏陶。阿德还贴心的给他们找了几块岩石打底，以便底部也能够受热均匀。之后才将这几个陶胚罐子一一的码放在火坑之中，而后阿德便开始将木材投放到火坑内。这一次他准备的木材可是不少，毕竟燃烧的时间要求不短。随着夜色逐渐的暗淡了下来，炉内的火越烧越旺，映得阿德的印堂发红，想必这必然是一个吉兆吧。而阿德也是幸运的捡到了一只蚂蚱，直接来了个炭烤蚂蚱，味道极其的哇塞。夜去骤来，次日一大早，阿德便迫不及待的来到了炉火前，查看着炉内的情况。看着几件陶罐的颜色，阿德不由得惊喜起来，接着便将它们一一的取了出来。很显然，阿德的陶罐烧制非常的成功，每一件看上去那都是精品。当然，所谓的精品那是指代的是相较于原始社会时期来说的，毕竟每一件陶器之上没有一丝一毫的裂纹，这样的烧制水准，那绝对是鸭子头顶站青蛙，顶呱呱级别的。陶罐成功的烧制，自然是少不了要来一番庆祝的。不过仙人桃和奥利给已经达不到庆祝标准了，想到昨夜吃上的那只烤蚂蚱，蛋白质可是牛肉的5倍，阿德便有了想法，在灌木林中捕捉这种荒野大宝贝，求生蛋白质。搜寻之中，阿德不仅抓到了不少蚂蚱，还发现了一些野鸡毛。想到吃不到野鸡，那就闻闻鸡毛味的阿德还捡了不少鸡毛。回到营地后，阿德先是查看了一下他的全部家当，尤其是食物。不得不说，阿德这段时间除了制作土砖和烧制陶器，还真的存下了不少的食物。奥利给豆、浆果、仙人桃等加起来好几大筐去了。在豪宅的前方火塘内烧起了火后，阿德又将捡到的鸡毛和兔皮放在了自己的百宝箱之中，接着将所有的蚂蚱搞了一个是兄弟那就要一条心，最后再放到炭火之上烤了起来。这样的蚂蚱或许在你的眼中令人恶心与害怕，但是对于荒野求生的阿德来说，那可是极品美味。
顶级蛋白质。这一晚阿德吃得极其的开心，毕竟最近他的计划进度完成得很不错。美美的睡了一夜之后，阿德又马不停蹄地开启了新的工作。昨夜睡觉感觉有些漏风的他，先是将墙缝进行了一番泥浆填补，毕竟他心目中的超级大豪宅在短时间内还无法建成。随后阿德才开始准备建立豪宅的外边缘。阿德首先用水把土砖表面弄湿，接着码放在混有粘土的地面上，等粘土干燥后就能紧紧地将土砖固定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阿德最近制作的土砖都混有些许杜松树皮，这样做能很好地防止砖块在干燥过程中裂开。他的搭建思路是将小屋围成一个弧形，然后在小屋西面制作一个土灶，同样用湿润的粘土代替水泥进行搭建。阿德这小子还细节地做了保温层，这样做土灶工作时产生的余温就会遍布整个庇护所。搭建过程中最困难的就是水源问题，好在不久前阿德在营地附近发现了一处水源，虽然脏是脏了点，但他连着喝了好几天都没治好便秘。由于工作量实在巨大，所以忙了整整一天，阿德只完成了小屋一小部分的搭建。第二天他依旧在不断为盖房子而努力。为了测试土砖的结实程度，阿德经常表演金鸡独立，很明显这个搭建方法稳如老狗。一转眼就到了下午，没想到这小子还是个满级泥瓦匠，土灶是被他拿捏老老实实，毕竟这次是打算做个高级住宅，所以每个细节都容不得半点马虎。这段时间他还抽空烧制了不少陶器，甚至连照明火炬都给安排上了。照这样发展下去，等小屋盖好后，阿德岂不是直接飞起啊？持续了近乎1个月的时间，阿德顶着烈日，冒着小雨，一直忙到如今天气都比较冷了，这才勉强完成了他温暖结实的土砖豪宅。为了完成这个小屋，他胡子也逐渐花白，毕竟身处荒野的他只能依靠自己的双手，一点点地完成这个艰巨的挑战。好在物质丰富的时间，阿德储备了不少食物，这种食物不仅可口，还营养丰富。即便如此，健硕的身躯还是整整瘦了2圈。唯一不变的是，他依旧配得上阿德这个称呼。可以看到小屋主体也即将成型，就算是休息时间他也闲不下来。阿德开始用晒干的龙舌兰纤维编织绳子，毕竟搭建屋顶需要大量绳子来固定。他把所有木棍的树皮刮掉，接着搭出屋顶的承重木架。可别小看这些木棍，承受2、3个阿德妥妥的轻松，但为了稳定还是得牢牢固定一番。紧接着围绕3角承重架搭上1圈木棍，这样纵横交错的摆在一起，会起到互相稳定的作用。圆形柳条像这样套上就起着点睛之笔，当然底部也需要用柳条围上1圈。现在就算是8级大狂风也不怕，毕竟沙漠没有暴风雨。最后的工作就是和枯树皮打交道，光是这些铺设屋顶的网桩树皮就耗费了4、5天，就这样一块块的铺在上面，只要数量足够多，一层压一层放上去就好。天气不知不觉也冷了下来，阿德干活也不敢光膀子了，毕竟现在正值深秋。但幸运的是，抵御严寒的小屋已经完成。阿德躲在壁炉旁吸收着热量，这份温暖是他努力获取得到的最大回报。阿德还给小屋做了个漂亮的开口笑，顺便还去别墅附近的脏水坑里取了点水。脏是脏了些，但这段时间不管是搭建小屋还是饮用全靠他。阿德把水烧热，里面泡着杂烂的龙舌兰纤维，它的叶子含有皂素，这是一种天然清洁剂。讲究人阿德期待这一刻已经很久了。这样一个积极向上、未来可期的阿德，你爱了吗？阿德刚搬进他的豪华别墅，却一脸惆怅，表情呆滞地思索着什么。原来阿德在思考如何解决男人的烦恼，当然我指的是胡子，大家别误会。阿德打算用黑曜石制作一个野生刮胡刀，方法也非常简单，用石头不断敲击黑曜石，直到敲出锋利的碎片就完事了。为了防止弄伤自己，阿德还用一块兽皮包住石块。这个方法不仅要讲究技术，同时还需要有着一定的运气。随着阿德一个大力出奇迹，碎石天崩地裂，阿德便从里面获取了一块看起来不错的刮胡刀，用它来刮胡子绝对是顶呱呱的，毕竟体毛刮起来都很顺，效果可以说是 very good。不过要是把胡须软化一下，刮起来就更方便了。烧水的时间，阿德还割了一根龙舌兰，用石头把它敲成纤维状，这样遇水就会释放一种类似皂素的成分，皂素一接触热水就产生泡泡。作为第一个用这种方法进行刮胡子的男人，阿德心里还有些小驴乱撞。随后开始将胡子泡入到有皂素的水中，还用龙舌兰纤维对着腮帮子一顿摩擦。接下来那自然是开始见证奇迹的时刻。看样子效果不咋地，没有达到阿德的预期啊。主要还是黑曜石切面不够锋利，所以刮得阿德老脸火辣辣的疼。但开弓没有回头箭，为了变得帅出天际，阿德也只有拿自己当起了小白鼠。整个刮胡子的过程那叫一个痛苦，就这样刮了大概1小时，才勉强完成了一半工作。不得不说，阿德真是我见过脸皮最厚的男人了。现如今的阿德可以说是食物充足，水源和火源等问题已经早已不是问题了。
而且还赶在冬季来临之前建造好了荒野豪华别墅。接下来将迎来他本次荒野求生最大的挑战，看似超豪华的别墅保暖效果到底怎么样呢？阿德的荒野求生第1季最终章将会带你感受下荒野豪宅是如何面对风雪的侵蚀的。喜欢的朋友点个订阅，点个赞支持下，爱了爱了。